就在我准备因为几十万贷款跳海船开始，那只在那艘破船上陪我10年的老王八彻底成精了。他不仅嫌弃地冲我吐出一块拳头大的纯金元宝，甚至还怕我守不住财，贴心地叼来了一本失传已久的《易筋经》。我叫张扬，是一个高中都没毕业的穷小子，父母双亡不说，还有好赌的父亲、癌症的妈给我留下的几十万砍头债，家里的房子变卖了不说，我只能住在这艘爷爷留给我的破船里。老船上的家人也就只有从小陪我长大的那只乌龟，不过它也只有晚上的时候会出现。头天夜里，我拿着半块破笔，对着乌龟感慨：这些年你跟着我受委屈了，以后我可能就要离开去外地打工了，咱们有缘再见吧。就在我吹灭了油灯打算上床睡觉的时候，只听得咣当一声，我连忙点上油灯，竟然发现是那只已经有脸盆大小的乌龟，在它脚下竟然是一个拳头大小的金子。我心中直呼卧槽，是狗头金吗？我当时就愣住了，掐了自己大腿一把。我不是在做梦，这是真的。我拿在手里发现这金子竟然有5、6斤那么重，还有这乌龟的牙印。我发现这并不是狗头金，而是一块确确实实的金元宝。如果按照现在回收金价1000块来算，我手里这大金元宝怕是得有2500克，那就是至少价值250万呀！我心中无比激动，这真是天上掉馅饼了。有了这金元宝，我不仅可以还掉母亲的医药费，还有父亲的赌债，甚至还能剩下100多万。这是我这个从小吃糠咽菜的穷小子根本不敢想的。我一蹦3尺高，直接将我手中的饼喂给了老龟。这可不是我的宠物，这是我的活祖宗呀！我在他的额头上狠狠地亲了一口。老龟摇头晃脑，似乎非常高兴。他把我喂给他的半块饼吃的连渣都不剩。我竟然从他的眼中看出了一丝意犹未尽的感觉。你这是没吃饱吗？我当即说道。龟兄，明天我一定给你买肉吃。老龟满意的点点头，转身直接跳进了水里，消失无踪。我努力让自己的心情平复下来。我知道现在去银行跟各种金店肯定不行，这种地方估计会直接送我一面锦旗或者银手镯，只有当铺才会收，而且不会问我到底是怎么来的。第二天早上，我包好金元宝直奔当铺。进门之后，工作人员看我神秘兮兮的样子，还满脸不乐意。先生，有什么东西要抵当吗？我直接拿出了用报纸包住的金元宝，工作人员当场就变脸了，比川剧还快。这是金元宝！工作人员双眼放光，口水直流。高小丽戴上了白手套，像是观察一件文物一样，仔仔细细地端详着。这金锭子不凡，而且不是现代工艺打造的，更像是古代贵族的特制银钱。我满脸震惊，这么值钱？如果只按照现在黄金汇率来看，至少也要200多万。但是如果从古董收藏的价值看，这价值肯定会更高。我们万宝阁从来不会坑人的。高小丽看我正在东张西望，心里也有些打鼓，想必这东西肯定来路不明。但是越是如此，他们当铺就越喜欢，因为这才能说明这宝贝来路绝对是独一无二，甚至是孤品。很抱歉先生，我的权限只有100万，超过100万的东西只能请我们少东家出来了。别让我等太久。我的语气很冷漠，高小丽赶紧点头去后面找人。片刻之后，一个穿着黑丝短裙、戴着金丝边眼镜的年轻女人走了过来。先生您好，我是万宝阁的少东家，这金元宝是您的吧？万蛟龙拿起金元宝仔细打量，上面赫然刻着山河大明4个字。这是大明时期的金元宝，我也只是听说，从未真正见过。据说很多都被熔了。万蛟龙很是惊喜。这时候高小丽也给我泡好了一壶茶，茶香四溢，比我喝过的任何茶都要香，明显是专门为我这样的贵客准备的。我心里也很吃惊，这玩意没想到竟然还是大明朝的珍品，那价格肯定不会低的。万蛟龙若有若无地抬起头来，这金子，英雄不问出处，黄金不问来路。如果贵宝阁收不了，我就去别处问问。听我这么一说，万蛟龙连忙摆手：先生您误会了，我就是想问问您，这金元宝是不是祖传的？我一看您就是忠厚老实之人，我就喜欢祖传的。万蛟龙怕我带上金元宝离开，连台阶都为我准备好了。这金元宝如果按照黄金市场价，我可以给到260万，但是它的价值肯定不止于此，毕竟还有收藏价值。我出500万，500万，这是我的最终承诺。万蛟龙收敛了笑容，一脸严肃地说道。我心里简直要乐开花了，这是真中了6合彩了。不过还是强压着内心的激动，慢条斯语地说：可以。就连一旁的高小丽也被震惊了，在她看来，这金元宝能值个350万到400万，除非上拍才有可能突破500万，但那也只是可能而已。但是少东家竟然直接开出了500万的价格，看着银行里一连串的零，我的心情豁然开朗。果然，钱能解决这个世界上99%的烦恼，还有1%，那只能说明你的钱不够多。日后再有什么宝贝，先生尽管来找我，我一定会给您一个满意的价格。直到我离开了万宝阁之后，高小丽才迫不及待地问道：万姐，你给的实在是太多了，
这金锭子最多也就值400万上下。万娇龙邪魅一笑，如果不给的价格高高的，他下次怎么会来呢？他这东西肯定不止一个，而且来路未必很好，也只有我能吃得下。高小丽默默点头，冲着万娇龙竖起了大拇指。万娇龙微微一笑，这叫智取，宝贝儿。直到离开当铺那一刻，我又狠狠地抽了自己一巴掌，确认无误，这才是痛并快乐着。发财之后第一件事情肯定是先把债还掉，68万的赌债跟医院的欠债，对于现在的我来说就是9牛1毛。把债还完之后，我心里一阵畅快，这才是真正的无债一身轻。我的眼里流下了激动的泪水。爸妈，你们的儿子再也不亏欠任何人了，剩下的钱我得给自己安置一个家了。毕竟在大城市打拼，没有一个真正的房子，永远都只能算是一个流浪的外乡人。而且我也不可能一辈子住在那艘老船上。我准备买下一个海边的海景房，因为我记得妈妈在我小时候说过，她喜欢海边的房子，可以睁开眼就能看到海天一色，面朝大海，春暖花开。在网上查了查房价之后，我选择了抱海市公园，这是我们这城市里最好的新房，价值在300万左右。决定之后，我立刻前往抱海市公园的新房售楼处。进门之后，便有一个穿着黑丝制服的漂亮小姐姐迎了上来，黑直长的秀发简直美得冒泡。她一脸诧异地看着我，张扬，真的是你？我也是微微一愣，仔细端详，果然是我的小学同学徐凤亚，还真是女大18变呀。之前小学的时候，我记得你每天都冒着鼻涕跑。徐凤亚被我说的俏脸一红，去你的，都这么多年了你还记得？不会是对我居心不良吧？徐凤亚很是开朗，也跟我开起了玩笑。我连忙摇头，绝对没有。说完之后我就后悔了，那是当年，现在的话就另当别论了。毕竟今天的徐凤亚早就已经出落成1等1的大美女了。小时候你坐我后面，总喜欢抓我的小辫子，我脖子后面现在还有你给我戳的铅笔印呢。徐凤亚妩媚的白了我一眼，她那风情万种的模样，看得我忍不住心里砰砰直跳。对了，你是来看房的吗？在我这买套房，我就原谅你当初的在我身上留下的铅笔印。对啊，有你在我肯定不能找别人，算你识相。徐凤亚一脸傲娇的说道，我要是给你打折，能有什么好处呀？好处都想把自己送给你了，怕你不要。于是我笑着说道，那必须得请你吃大餐呀。徐凤亚见我并非开玩笑，顿时间脸上的笑容更浓了。我在他这买一套房子，他可是能提不少钱呢。你打算买多大呀？180的8，我看那套楼王的挺好的。天呐，180平，那可是整个抱海市公园的楼王大平层了。徐凤亚瞪大了眼睛，惊得说不出话来。这套房子可是要300万的。你打算贷款吗？贷款一旦背上，一辈子都翻不了身了。不，我全款。得知我要全款购买这套大平层，徐凤亚直接愣在原地。300万还是全款？对于20多岁的她来说，的确就像是天方夜谭。再三确认之后，她终于放下心来。不过我看得出来，她对我的眼里充满了崇拜。年纪轻轻就能全款拿下300万的海景大平层，这不是年少有为是什么？看着徐凤亚在办公室跟前台忙前忙后，那靓丽的身影让我心中怦然心动。给我办好了手续之后，我才发现她竟然帮我剩下了好几万，这份人情让我心里非常感激。凤亚，你晚上有空吗？我请你吃大餐吧，你可帮我省了不少钱呢。那我也赚了不少呀，咱们这叫双赢。徐凤亚满脸笑容，她的笑像春风的风，夏天的雨，秋天的落叶，冬天的雪，于无声处听惊雷，却最抚凡人心。我的心里也跟着升起一股莫名的暖意。她并未邀功，眼里只有对我这个老同学的欢喜与兴奋。晚上的时候，我带着徐凤亚一起去了全市最好的空中餐厅，望着江边夜色美景，我们两个从开裆裤聊到上早操，从课桌前后聊到踢毽子，相谈甚欢。期间徐凤亚也问过我是怎么发达的，我只是推脱说中了彩票，正好500万去掉税款，还剩下400万，买房还债已经是一身空。虽然我心里有点喜欢徐凤亚，但是毕竟这么多年没有见了。俗话说得好，画龙画骨难画骨，知人知面不知心，倒也不是防着他，只是财不露白免生事端。让我惊喜的是，徐凤亚这顿饭吃下来，并没有对我有丝毫失落，反而劝我年轻人要脚踏实地。这顿饭吃了2000块，本来我硬要付款的，可还是被徐凤亚抢先一步。她说这套房子她赚了不少，肯定不能让我花钱。这样的女人越发让我心动。吃完饭后，我将徐凤亚送回了家，确切的说是陪着她一起，因为我们两个一直骑着共享单车，老同学相见，充满了对青春岁月的激情回忆。直到将她送到家门口，我才挥手告别。不过我却感觉有人似乎在背后盯着我，那个人是谁啊？凤亚。徐凤亚的室友苏玉红望着我的背影问道，是我老同学，今天在我这买了一套全款300万的海景大平层，周末我请你吃火锅。苏玉红听了之后双眼放光，这么年轻买得起几百万的海景大平层，这绝对是妥妥的富二代呀。我回到家之后，并没有忘记我的龟兄，没有他我怎么可能一夜暴富呢？我拎着路上买回来的生鲜肉还有小烧鸡，乌龟最喜欢吃肉了，我在外面吃的5饱6成，肯定也不会亏了他的。没有龟兄，我别说买房子了，那么多的债务，可能这辈子都翻不了身。映着晚上的月光，水波荡漾，我坐在船舷上拖着腮，将烧鸡跟生肉放好，等待着龟兄的到来。龟兄，出来吃肉了！噗噗噗，水面上冒起了水泡，乌龟从水下一跃而上，爬到了船上。看到烧鸡跟生肉，乌龟爬行的速度顿时快了起来，开始疯狂啃食着烧鸡。就在这个时候，我的手机震动了起来，我打开一看，是有人添加我好友。你好，我叫苏玉红，我是凤亚的室友，我们俩是最好的闺蜜。你好，我叫张扬，你找我有事吗？
我是装修公司的，听凤亚说你刚买了房子还没装修，有凤亚的关系，我肯定给你装得漂漂亮亮的，绝对物美价廉。对了，你知道吗？凤亚最近身体不好，你可千万别再带她喝酒了。我眉头一皱，不由得问道：她怎么了啊？你竟然不知道呀？我说了，你可别告诉别人。凤亚已经是第4胎了，前3个都是女孩，她的公婆一定要让她生出个男孩不可。我当时就愣住了，凤亚已经结婚了，而且还生了3个孩子，我怎么没听她提起呢？这种事情谁会说出来呢？多丢人呀！她16岁就结婚生子了，不过她老公对她倒是很好。听苏玉红这么一说，我心里还是很失落的。毕竟在我心里，徐凤亚可是个非常乖巧的孩子，从小就是。没想到竟然已经结婚了，我心中的白月光终归成了别人眼中的半老徐娘。就在这时，苏玉红再一次发来了消息：明天有空吗，杨哥哥？我带你去看看装修怎么样？我请你吃饭，咱们也好好认识一下。我犹豫片刻，装修这个东西必须要打出提前量，你不懂。我带你好好逛逛吧，杨哥哥，不满意不收钱哟。我回了句好的，正打算放下手机，苏玉红竟然又发来一张照片，穿着红色吊带短裙，窈窕身材让人垂涎欲滴。先不看脸，这身材已经让很多男人顶不住了，我就穿这身，杨哥哥，我怕你明天认不出来我。晚安，么么哒。我被苏玉红弄得有些心猿意马，不过我心里却始终对徐凤亚有些感慨。家人已去，前缘再续，还是要接受事实。我放下手机，看着龟兄给我叼来的一卷金色卷轴，这卷轴竟然不是写上去的字，而是用线缝上去的。虽然被水浸透了，看上去有些污渍，但是却并没有模糊上面的字迹。我打开一看，顿时大吃一惊，这是少林易筋经。虽然我没练过武功，但是这易筋经我是知道的，传说是少林第一宝，而且早就已经失传了。这东西是真是假，恐怕都无从考证了。但是这卷轴做工十分的精细，而且一看就是高人制作。最重要的是，我在上面的署名看到的是《永乐大典》编撰，我惊得一身冷汗。这难道是被编入《永乐大典》之中的失传古籍吗？我连忙开始钻研起来，照着上面的内功心法修炼起来。一夜时间，我都在打坐入定之中度过。第二天一早，我感觉神清气爽，从来没有这么舒服过，而且感觉身上有使不完的力气。只是当我睁开眼的一瞬间，差点被自己熏吐。我身上黏糊糊的一层黑色杂质，简直不要太臭。我赶紧洗了个澡，又按照易筋经上面的修炼去弄了一堆中药，又是吃中药，又是泡药浴，折腾了一上午，我却一点也不感觉到疲惫，反而是越发精神抖擞。我暗自感叹，这易筋经实在是太厉害了，怪不得能成为少年绝学。我感觉我现在一拳打出能打死一头猛虎。忙完这些，我赶紧去饭店叫了8个菜，我实在是太饿了，一顿风卷残云，吃了10碗大米饭。这时候苏玉红的电话打了过来，杨哥哥，你能来接我吗？我骑上那辆5手电瓶车赶往他的住所，远远就看到一个穿着红色吊带裙、脚踩着恨天高的女孩站在路口，过往行人都忍不住投去爱慕的目光。苏玉红化了浓浓的妆，不得不说这是真好看，就像是歌舞厅的领舞大美女一样。但是在我看来，就是风尘味有点过浓了。看到我骑着破旧的电瓶车，还有一身地摊货，苏玉红脸上的笑容也是僵住了，眼里满满的失落，甚至嘴角勾起一抹嫌弃的目光，心里更是说不出的厌恶。真是穷人思想，300万的房子说买就买，还骑着一个电瓶车，简直就是个穷命鬼。杨哥哥，你怎么不买辆车呀？电瓶车多冷呀。没事，习惯了。电瓶车好停车，而且非常划算。开车的话，停车费就要好几十，够我1个月的电费了。我笑着说道。可是明显能感觉到苏玉红是非常不开心的。苏玉红心中冷笑，老娘化了3个小时的妆，你骑电瓶车载我还以为你真是富二代呢。玉红坐在我电瓶车后面，她冻得瑟瑟发抖。我把满是汗渍的头盔给她戴上了。苏玉红很是抗拒，但是坐在电瓶车后面实在是太冷了。到了装修公司之后，她带我简单的看了一些装修材料，就拉着我去吃饭了。她带我去了一间很好的西餐厅，我以前还从来没来过这种地方。不得不说，听着轻音乐，吃着牛排，还是别有一番情调的。在此期间，苏玉红对我嘘寒问暖，在知道了我是个连大学都没念过的农村人之后，对我尤为佩服，连连拍起了我的马屁。在听到我父母双亡后，更是恨不得投怀送抱，紧紧拉着我的手，不断安慰我：杨哥哥，从今外后我就是你的亲妹妹，以后有什么事情你就给我打电话。在他的言语攻势下，一句句的甜言蜜语，我的心里属实是非常的受用，紧张不安也少了几分，甚至有些感动。毕竟我的童年生活非常的悲惨，更像是激起了苏玉红的母性光辉。到了结账的时候，我并没有去买单，苏玉红最终还是硬着头皮去结账了。毕竟昨天她答应了请我吃饭的，我能感觉到苏玉红的脸上已经有些黑了，但是她还是坚持挤出笑容，跟我笑脸相对。我骑着电瓶车将她送回去之后，就转身离开了。看我离去的身影，苏玉红气得后槽牙都要咬碎了。1800的饭钱，她竟然1分也不想掏，简直不是个男人。不过本着放长线钓大鱼的想法，苏玉红也只能将心中的怒火压下去。张扬，我的钱可不是那么好花的，我一定会让你加倍吐出来的。苏玉红想起徐凤亚的话，这个家伙中了彩票，身上肯定还有几十上百万，顿时间脸上露出阴狠的笑容。这笔钱老娘要定了，而且你的房子肯定也得写上我的名字，到时候我再将你一脚踢开，这可是一个妥妥的金龟婿。苏玉红深知心急吃不了热豆腐，只能一步一步慢慢来，为我设计一个甜蜜陷阱。而且苏玉红已经不止一次成功了，在她眼里，对付我这样的小肥羊，完全就是没有任何的压力。只是没想到我竟然这么抠，对待她这种大美女都不愿意花钱。不
不过一想到我手里还有上百万根海景房，苏玉红也就释然了。不能一口吃个胖子，得一步一个脚印慢慢来，舍不得孩子套不住狼，把我哄得团团转，那不就心甘情愿的付出了吗？苏玉红回到出租房之后，看到徐凤亚正在望着电视出神。你这是怎么了，凤亚？徐凤亚摇了摇头，没什么，我看你好像魂都丢了，不会是失恋了吧？苏玉红打趣着，去你的，我都没谈恋爱，哪来的失恋？一定是因为那个老同学吧？他是干什么的你知道吗？他哪来那么多钱你清楚吗？苏玉红冷笑一声，知人知面不知心呐。今天我看见他去了地下赌场，好像还抽大烟了，这种人我劝你最好离他远点。真的吗？徐凤亚眼神之中满是失落。苏玉红心中不屑，就你那点心思傻子都看得出来，还想跟我争男人，做梦吧！而此时的我并不知道，我开开心心的给龟兄买了不少的吃食，毕竟乌龟可是货真价实的食肉动物，这些年来竟是陪着我吃糠咽菜，可得好好整几顿好的。而且今天我的肚子里好像能吃下一座山一样，身体吸收速度太快了，吃多少都感觉不到饱腹感。今天我叫了一声，龟兄便是从河里跑了出来，好像一直在等待着我的出现。我也跟他一起坐在了船头上，开了一瓶酒，一人一龟就这样吃了起来。这一次龟兄给我叼上来的，竟然是一枚铜钱。或许是因为常年在水底已经生出了不少铜锈，我仔细看了看，这枚铜钱非常大，比我正常见过的都要大，足有10公分大小，而且背面还有花纹跟人物造型，看起来非常漂亮。我心里想着，这玩意应该不是普通老百姓流通的铜钱。我在网上查了一下，还真找到了一模一样的，但就是没看到具体价值。看来明天还得去当铺看一看具体能值多少。就在这时候，乌龟竟然一爪子拍在了我的酒瓶上。什么？你也要喝吗？我说完之后，龟兄连忙点头，我脸上满是笑意，拿来了一只碗，把酒倒满。龟兄直接一口肉一口酒，吃的那叫一个美滋滋，我不禁哑然失笑，这日子过得简直是赛神仙呀！吃饱喝足，我正准备上床睡觉，忽然间发现苏玉红竟然又给我发来了消息。她穿着一件红色的镂空蕾丝睡衣，摆拍了好几个姿势，简直让人看了直喷鼻血。更何况之前的我根本没有钱谈恋爱，也不会有人喜欢我这个穷小子。她不仅跟我撒娇，还跟我滔滔不绝地讲起了自己的童年。直到深夜，我终于沉沉睡去。第二天一早，我直接去了之前的万宝阁。这一次店员高小丽看我来了，直接将少东家万蛟龙召请了出来。高小丽还在身后冲着万蛟龙竖起大拇指，果然还得是少东家，慧眼识人呀！万蛟龙今天穿着一身青花旗袍，整个人就像是从山水画之中走出来一样，清丽淡雅，仪态万千，简直是太漂亮了。跟苏玉红这么一对比，高下立判，这才是温婉如水的女子，前凸后翘，实在是妩媚动人。张先生，不知道您今天来是有什么东西要卖吗？我点了点头，拿出手中用红布包起来的铜钱。高小丽这一次也不敢小看我了，满眼紧张地看着我手里的东西。当那么10厘米的铜钱露出来的瞬间，万蛟龙的樱桃小嘴长得老大，眼睛也是瞪了起来，整个人都愣在原地，惊得说不出话来。快去请我爷爷！万蛟龙回头看了高小丽一眼，高小丽点点头，连忙向着后堂跑去。我挠了挠头，这玩意这么值钱吗？看万蛟龙的样子，他好像是见到了宝山一样，俏脸通红，紧张不已。不好意思，张先生，我有点失态了。不好意思，张先生，我有点失态了。我笑了笑说道，没关系，请万小姐帮我估个价吧。万蛟龙将铜钱拿在手中，不断点头。我爷爷一直都非常大名通宝，这铜钱一看就是真正的宝贝，而且我从来都没有见过。从它的铜锈跟年份上看，一定是真的。至于价值几何，我也吃不准。就在这时，门后出现了一个头发花白、穿着唐装的老人，拄着拐杖一步步走来。娇娇，什么事情你非要把爷爷这把老骨头折腾下来啊？万唐红笑呵呵地说道。当他的目光落在孙女手中的铜钱之时，手中的拐杖直接扔掉了，3步并作2步地跑了过来。这是万历通宝贝北关夜市大花钱，去年上过苏浮云拍卖行的，甚至拍出了铜钱历史最高价1480万。啥？1480万？我听完之后心都快从嗓子眼跳出来了，这也太离谱了！就这一枚破铜钱，价值1000多万，我感觉整个人都要红温了，这也太爽了吧！龟兄，不，您是我龟爷爷啊！我现在恨不得将这只乌龟供起来。年轻人，这枚铜钱你想出手吗？我愿意出1500万收购。看到老爷子这么激动，我要是不卖的话，生怕他一着急再被抬上单价，我可就得对他负责任了。虽然有了之前的100万冲击，但是这一次对方直接就甩出了1500万，我差点被金钱所击倒。这么说以后我是不是就是千万富翁了？好，既然老爷子这么喜欢，那我就不多说了。只有真正喜欢的人才能体现出他的价值。见我同意割爱，万唐红激动的满面红光。打钱，快打钱！万唐红对孙女万蛟龙说道，似乎生怕我会反悔一样。看着手机提示，我的银行里再一次注入了1500万，我兴奋的简直要跳起来了。这一次万蛟龙给我留下了联系方式，下次再有宝贝的话，他愿意亲自登门。在万蛟龙的送别下，我离开了万宝阁。此刻的我神清气爽，有钱人的快乐，这不就来了吗？回到船上之后，我看到了龟兄竟然又给我叼来了一个金色卷轴，这一次甚至是金线编织，比之前的少林易筋经还要更加精细。龟兄，从今往后你就是我的亲人了，咱俩以后相依为命，我一定把你伺候走。不过我转念一想，我想把他送走恐怕不太现实，估计他能把我祖孙3代都熬走。我打开卷轴一看，竟然是包公手札，下面同样刻着永乐大典编撰的字样。我的心里不由得生出了一个大胆的猜想，难道是大明时期的战船沉没在这片海域了吗？或者是西方侵略者遗落在这边海域的？结合之前的少林易筋经，再加上这包公手札，甚至是价值1000万的铜钱，这可都不是老百姓能见到的东西。这件事情看来我得严防死守，保
保住秘密，钱财都是小事，万一这些珍藏都是永乐大典，那意义可就不一样了。我一个小老百姓，怎么可能守得住这样的宝贝呢？自古有言，君子无罪，怀璧其罪。这些东西可是价值连城，很可能为我找来杀身之祸的。我暗暗决定，这件事情绝不能让任何人知道。我打开包公手札之后，看了许久，心中啧啧称奇，连连惊叹，到底是大夏历史上最厉害的青天大老爷。这手札实在是太好看了，环环相扣，让人入迷，每一次都能够在细思入微的线索之中找到蛛丝马迹，将犯人绳之以法。看了许久，我伸了个懒腰，依旧是欲罢不能。我再三考虑，还是没有辞掉我现在骑手的工作，决定把钱先存起来。如果我要是跟父亲一样烂赌败家，别说是上千万，就算是上亿也得输个精光。由俭入奢易，由奢入俭难，必须保持勤俭节约中华好传统。我刚打开送货软件，就收到了一条信息，是于芳华发来的。于芳华是我的高中英语老师，她长得非常好看，而且很时髦，高挺的个子，弯弯的睫毛，也是我印象最深的一个老师。她比我大5岁，今年28岁。她的性格很开朗，上学的时候跟我们学生也都处得非常好。我也是不久之前给她送货才知道她住在这里的。不仅如此，她还是一个教授外语的小网红。我最喜欢的就是接她的单子，于老师几乎每次都会给我打赏小费，因为不管什么时候我都会把东西送到她家里，而且风雨无阻。跟于芳华确定好时间之后，我就上门取货了。当我乘坐电梯走到她家门口的时候，就看见一个戴着黑色帽子的人影，一闪即逝，似乎是冲进了她家的屋里。我走进了之后才发现，于芳华的家里的确有一些不寻常的动静，我心里不由得紧张起来。于老师不会有什么危险吧？我敲了敲门，屋里突然间变得安静下来。我仔细听了半天，一点声音也没有，难道是我幻听了吗？我给于老师打电话也没有人接，我分明能听到电话在屋里响起，而且不到3秒钟就被挂断了。我的心情变得复杂起来，或许是我看了包公手札的缘故，又或许是因为我练习了易筋经，我的神经变得特别敏感。我似乎能听到屋里细微的声音，是一阵呜呜的挣扎声。如果是以前的话，我肯定会选择退却的，毕竟多一事不如少一事，而且没钱没身体。现在不一样了，我的体魄非常强悍，如果于老师真的遭遇了危险，我绝对不能坐以待毙。有人吗？我又狠狠地敲了几下，屋里还是没有声音。这个时候我已经顾不得那么多了，我相信于老师一定遇到危险。我当即一脚踹去，门锁被瞬间踹开，砰的一声，我冲进了屋里。只见一个戴着鸭舌帽的男人正用红色的丝袜狠狠地勒住于芳华，那雪白的大腿上一片片的淤青，显然是被虐待了。我看了之后充满了怒火，心疼不已。于芳华长发凌乱，穿着一件宽松的紫色睡衣，此刻更是春光乍泄。她的身体被鸭舌帽男人骑在身下，眼中充满了恐惧与惊慌，眼泪吧嗒吧嗒地掉下来。你找死！鸭舌帽男人狠狠地瞪了我一眼，挥舞着手中的匕首向我冲来。我神色凝重，不慌不忙，反手一记重拳打出，直接将男人打倒在地，脸色僵硬。臭流氓，今天遇到我算你倒霉！我一脚将鸭舌帽男子踢晕过去。一旁的于芳华看得满脸震惊，直接扑进了我的怀中。我能够感受到她温热的体温，还有身体的柔软。她不断地抽搐着，浑身颤抖，像是一个受惊的小白兔一样，一个劲儿地往我身上钻。我还记得当初她给我上课的时候是那样的严厉，意气风发，但是她终归是一个女人，而且还是一个单身女人。遇到这样的事情，谁都会吓得半死，尤其是还被虐待了。如果不是我及时赶到的话，后果可能不堪设想。没事了，于老师，有我在，不会再有人欺负你的。我拍着于芳华的后背说道，她的身上传来一阵芳香的气息，不知道是香水还是她的体香，让我这个未经世事的毛头小子忍不住心里跳个不停。但是于老师受到了极大的刺激，非常的害怕，只是紧紧地抱着我，根本不愿意松开。我只能赶紧打电话报了警。警察来了之后跟我们做了笔录，调取了监控，就将罪犯带走了。但是这个时候，于芳华依旧不想让我走。你今晚能不能留下来陪我呀？于芳华像是一个犯错的孩子，可怜巴巴地看着我，她的双手紧紧地抱着我，我甚至能感觉到她不断地摩擦着我的胳膊。孤男寡女共处一室，这不好吧，于老师？我面色尴尬，挠了挠头。于芳华撅着嘴，当初上英语课的时候，我穿裙子在台上讲课，你每次都把笔扔到地上，假装去捡笔，你那个时候是怎么想的？用不用我再给你上一课呀？我脸色顿时僵硬了下来，这种事情怎么能说出口呢？哪个少年不思春呢？我也是做了全天下的男同学都会做的事情，但是被于老师当面拆穿，我还是觉得相当丢人。那好吧，于老师，今晚我陪你，这钱你拿着，今天晚上我不能让你白陪我。于芳华从一旁的抽屉里拿出了800块钱，而且她不由分说就往我的口袋里塞。这不行呀，于老师，我不能要你的钱呀，800一宿，这成什么事儿了？好说不好听呀，这钱我要真收下，那我就成禽兽了。我知道你也不容易，老师有钱，你放心吧，我带货挣了不少钱，每天800我也付得起。于芳华连忙说道。我一听更是头皮发麻，你天天给我800，我可扛不住。再说男未婚女未嫁，这传出去，我的一世英名不是毁于一旦了。于老师非常强硬，坚持要把钱给我，推搡之下，他更是直接栽进了我的怀里。他的脸上露出了一抹绯红，整个人都瘫软下来。想起刚才的事情，他就忍不住多看了我几眼。我并未觉察到他眼神之中那种非常仰慕的目光。如果不是我，他今天肯定会遭遇歹人之手了。我先去睡了，你不能进来哦。于芳华一脸娇羞地说道。那我是进还是不进呢？进去了是禽兽，不进是禽兽不如。我心中自嘲地笑了笑，并未多想。今天留下来也是为了帮于芳华守夜，让她心里能有一丝心理安慰。第二天一早，于芳华穿着一件宽松的 T 恤衫，给我做了一份爱心早餐。不得不说，于芳华的确是个非常迷人的女人。不过我并未多想，吃了早餐就赶紧告别了于芳华。于芳华看着我离去的背影，
幽怨地说道：“胆小鬼！”回到家之后，我看了眼手机，竟然有几十个未接来电，全都是苏玉红打来的，消息也有100多条。最晚的是昨晚凌晨2点多，我心中有些无奈，苏玉红怎么给我发了这么多的信息？而且最后的消息好像是十分的着急，像是要去赶飞机一样。我想了想，虽然我们俩交际并不深，但是总归算是朋友。我赶紧给他打了个电话，不过接电话的人竟然是警察，我顿时愣住了。你是苏玉红的朋友吗？我是3分局的警官李大奎。我迟疑了一下问道：李警官，苏玉红是手机丢了吗？她死了。李大奎说完，我整个人都愣住了。什么？苏玉红死了？对，昨天凌晨3点，你来3分局一趟吧，做一下笔录，要尽快。我挂断了电话，心里说不出的紧张。苏玉红怎么就死了呢？而且昨晚她为什么给自己发那么多的消息呢？她到底经历了什么？我到了警局之后，跟李大奎做了笔录，并无异常。而且昨天晚上我是见义勇为的，就连一旁的警官也认出了我。昨天晚上是有证人的，而且一整晚都陪在于芳华的家中。这个时候，我在审讯室之中还看到了另一个人，他哭得梨花带雨，是我的老同学徐凤亚，她也被带来了。我看到她的出现，并不惊讶，2个人是室友，她的嫌疑肯定是最大的。而且好闺蜜死了，她哭得这么伤心，也是无可厚非。当我看到徐凤亚出来的时候，她也是微微一怔，看到我直接扑进了我的怀里。我有些发懵，但是还是拍了拍徐凤亚的肩膀，安慰着她：“你也不要太难过了，苏玉红的死又不是你的问题。我知道昨天晚上我一直在加班，我们主管可以给我作证的，可是我心里还是难受。你能陪陪我吗，张扬？”我点了点头，虽然知道了徐凤亚是有妇之夫，但是心里对她还是非常同情的。我们2个坐在咖啡厅里，她的眼神有些慌张呆滞，目光甚至涣散起来，我能感觉到她非常的伤心。服务员，来2杯咖啡，加冰。这么热的天，我选了2杯冰咖啡，不过徐凤亚却是叫住了服务员，1杯热的白开水就行了。我喝不惯咖啡，我点点头，并未多说。玉红是我最好的朋友，为什么她突然间就死了呢？我根本没有一点心理准备，人死不能复生，节哀吧。我也不知道该如何劝她，这个时候能陪陪她也是我唯一能做的了。你说能不能是她烂交友导致的？她有很多的男朋友，而且都是那种混社会的。我曾经1个月之内见她换了5个男朋友，我也提醒过她，可是她从来都不听。我眉头紧皱，这个女人看样子还真不是个省油的灯，1个月处这么多男朋友，我难不成也成了苏玉红的备胎？我自嘲地笑了笑，世事无常，不过苏玉红的死对徐凤亚的打击还是很大的。人的命天注定，任何人都无法预测，我们能做的就是活好自己的人生。我的话似乎让徐凤亚顿悟了一样，她的眼神变得火热起来。是啊，可是我明明提醒了她那么多次，为什么她就是不听呢？她但凡听1次也不会这样的，一定是她惹到了不该惹的人。呜呜，说着，徐凤亚的眼泪再一次掉了下来，她一脸悲伤，恨铁不成钢。服务员将水端了过来，热水一不小心被服务员碰洒了，徐凤亚赶紧捂着肚子闪开。服务员连连道歉：“对不起，没关系，再换1杯吧。”徐凤亚脸色苍白：“你怎么了？”魏痉挛：“老毛病了，刚才碰了一下，有点疼。”我们俩坐了一下午，徐凤亚的脸色一直都不好看，我有些担心她，问她要不要去医院看看。徐凤亚摇头拒绝了：“我不想在这里待了。老同学，你能送送我吗？我在这里没有朋友。”徐凤亚低下头说道：“好，不管是出于同情还是同学的情谊，我都没办法拒绝。”我们2个搭车回到了出租屋，现在出租屋已经被封锁了，因为另外一间是苏玉红的房间，有专门的警官看守。我站在门口等待着徐凤亚收拾东西，我想上厕所，也被警官拦住了。为了保护现场，我只能摇头。在厕所的镜子上，我怕看到了一拍男人的手印，很细微，微不可见。可能是因为我修炼了易筋经，6聪远超常人，那大手印非常大，对我来说并不难看到，但我没有多说，毕竟我不想被当成特殊人物研究，而且这也只是我的猜测而已。那分明是一个男人的手印，可是在这间屋子里根本就没有任何男人的痕迹。我之前也曾经怀疑过，会不会是徐凤亚杀的人呢？可是看到那大手印之后，我似乎犹豫了。徐凤亚的手是纤细的，是根本没有那么大的手印，就算是在蓝光照射下，都未必看得清楚，但是我却可以轻松的看到。我也想知道苏玉红为什么会被杀掉，而且她半夜就想要离开，到底是因为什么？徐凤亚也同样要走，只是不知道能不能离开这里，毕竟自己的室友刚刚死去，他的嫌疑还没有完全摆脱。他急于离开，到底是真的害怕，还是另有原因呢？不多时，徐凤亚已经收拾好了行李，她拿的东西并不多，都只是一些单薄的衣服而已。看你憋得挺难受的，要不你去上个厕所吧，记住千万别碰里面的任何东西。警官看我焦急等待的样子，有些于心不热，毕竟人有3急。我戴上了塑料手套，进入了厕所之中，而那个警官则是一直在旁边看着我，着实是有些尴尬，但是我知道他也是为了保护现场，迫不得已。我上完厕所之后，正打算转身离开，发现了门上有几道浅浅的痕迹，那是美甲的颜色，非常浅，带着淡淡的荧光。我四下观察了一番，人应该是在这里死掉的，而不是那个被完全封锁的卧室。空气之中弥漫着复杂的气味，有香水，有汗液，甚至还有精液的味道，这很可能是一场奸杀。我的心头不由得一震，但是现场却根本没有任何第2个男人的踪迹。赶紧走，别在这待着了。还有你徐凤亚，案子侦破之前你不能出声，必须随叫随到。徐凤亚点了点头。这个时候我将她送上了车，她说要去姑姑家住几天，我点点头，对她说到有什么事情尽管来找我。回到家之后，我给龟兄弄了点吃的，躺在床上却是久久无法入睡。苏玉红的死对我倒是没有什么打击，
可是身边毕竟就这么几个朋友，忽然间得到他死去的噩耗，始终无法相信这一天的事件。看到徐凤亚那么伤心，我也是不十分的感慨。到了后半夜，我才沉沉睡觉。第二天一早，我伸了个懒腰，看着岸边光秃秃的秸秆，忽然间心头一沉，徐凤亚到底是不是已经结婚了？苏玉红说她已经好几个孩子了，但徐凤亚却说自己在这里根本就没有亲人。可是昨晚她却说自己要去姑姑家借宿，徐凤亚一定有问题。我眼神一亮，必须要将心中的猜想告诉警察同志，或许会对他们的案件侦破有用。我刚准备打电话，就接到了李大奎的电话。正好我有事要跟你说呢，李警官，徐凤亚死了。我愣在原地，握着手机怔怔出神。徐凤亚，那个我心心念念的白月光，那个充满了疑惑的女人，她竟然也死了。